你这个蠢货，也不看看几点了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准备嫁人！这傻丫头终于要被刘氏卖掉了，可不是嘛？当初杜大江还没死老婆呢，就跟着刘氏在庄稼地里打滚，生生把原配给气病死了，现在还要糟践这亲生的女儿。哼，成安县李县令家原本是来给儿子提亲娶这傻子的，县令家那是啥门第？那是土皇帝。咱兰芝嫁过去那是飞上枝头，这傻子配吗？那你把婉春许给长留村周家，周家那大儿子可是个残废，二儿子瞎，三儿子聋。残废怎么了？残废配傻子，天经地义。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杜家的独苗，找大夫看过了，准是男娃。把她嫁去周家，换回来的彩礼正好给兰芝置办嫁妆。婉春，你不要怪爹，你是个傻的，嫁到县令家只会白白浪费，不如嫁去周家，对你对你妹妹都好，哪怕要了你的命，也得保住你弟弟。好，爹，我嫁。这还差不多，去，快换了衣服，跟着媒婆去周家。是，娘。娘，这是你生前一针一线为我准备的，那一跤没要了我的命，反而撞散了脑子里的混沌。我不傻了，刘氏以为把我推向火坑，可他不知道我见过周大娘。村里人笑周大娘是被卖掉的童养媳，可只有我知道，她识文断字，风骨傲然。周家的儿子即便身残，心也不会是烂的。杜家真是祖坟冒烟了，竟然攀上县令府这种好亲事，可惜那大丫头，这就是命啊！湘潭村有一傻女，是福女转世。你家儿子若能娶回家中，定能福运昌生，永保荣华富贵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古往今来，婚姻大事都是讲究的门当户对。我一个堂堂县令，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娶个傻女？那姑娘是因为丢了一魂，所以才变得痴傻懵懂。待日后她一魂归来，定就不傻了。满口胡言！李大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那福女有了一魂后，便得了天上父母的庇护，自带福气和厄运。你若对她好，那自然福运绵绵；你若对她不好，春儿，你爹还真狠心，好好的县令府不让你嫁，偏让你嫁这穷窝子里来，以后啊，怕是要受苦了。多谢婶婶挂心，我既然选择嫁到周家，自然不会嫌弃她穷。你呀，真是傻，傻也有傻的好。呀，我正准备去村门口接你们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，都快皮包骨了。这孩子受了不少苦，那后妈不是人。你瞧，原本定的出嫁时间是午时，他那后妈为了急着将他送走，这不一大早就让我送来了。多谢你了，刘婶子。好啦，今儿个大喜的日子，快把人迎进门吧。是啊，走，进门。这个家虽然穷，可这红纸，这新棉被，竟比杜家那个冷冰冰的地方更有生气。这婚事本该是嫁给一个老管妇，是周大娘心疼我，才抢先一步请柳媒婆说亲。风儿、昭儿，快来见过你们大嫂。嫂嫂好，二弟、三弟好。你大哥呢？大哥在屋里。三弟会说话？回嫂嫂的话，三弟他以前不是聋的。昭儿和风儿以前都是好的，不过出了一点意外，所以才变成了这般模样。什么意外？婉春，委屈你了，这婚事实在是草率，待日后我们一定会给你加倍补回来。没关系的，婶婶，我不介意。婉春，我们瑞渊什么都好，就是腿脚不好，走不了路。不过大夫说了，他这腿还能治。瑞渊，婉春来了。娘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有话和她说。娘先去给你们做饭，你们好好聊聊。你走近一些。我原本以为只是还恩，没想到相公竟是他。姑娘，这门婚事你不要在意，我娘是出于好心才去求柳媒婆去说媒。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们就当收了你做妹妹，日后再给你寻一门好亲事。我既走进了你家的门，
那就是你们周家的媳妇儿。你们不嫌弃我傻，我自当也不嫌弃你。只是日后还需相公你多加担待，我刁蛮任性，胆大妄为，莫要嫌弃我。姑娘，你不傻。不，我傻，全县的人都说我傻，那我就是个傻的。这世上竟有如此特别的傻子，我的心为何跳得这么快？娘，快去后院！昭儿，怎么了？娘，你快来看，鸭子下蛋了！太好了，昭儿、风儿，我们终于能吃上蛋了。我记得这鸭子被隔壁大婶下了毒，本该活不过今晚的，怎么会？一共5个。娘，这鸭蛋比我们以前在公主……昭儿，走进屋。娘，你刚才是不是说走？进屋。昭儿，你能听见了？是娘，我能听见了。我的儿啊，你终于能听见了。你瞧，那些人不想要我们好过，我们偏要好给他们看。昭儿好了，再过不久，你二哥的眼睛、大哥的腿肯定也都会好的。看来我的到来真的给这个家带来了福气。哟，二妹啊，你怎么都不叫上我和你大哥啊？大嫂，你不是说和我们断绝关系了吗？既然已经断绝了，我们还请你们做甚？我瞧啊，你是怕你们的傻儿媳妇被我们瞧见，觉得丢脸。我大儿媳妇不仅样貌俊，还很乖巧懂事，哪里丢脸了？二妹，你就别吹牛了，我可是听说了，那杜家女儿从小就是个傻的。你说她要是给你们家老大生了个儿子，会不会也是个傻子？这一家人瘸的瘸，瞎的瞎，聋的聋，也不差再多2个傻子，对不对？娘，饭菜做好了。娘，这位是？她是你大舅母。大舅母好。这哪是傻子，这模样，这谈吐，简直比县城里的千金还漂亮。老二家这是走什么狗屎运了？我家在长留村算富庶人家，家里5、6只母鸡下的蛋都舍不得吃，攒着换钱。可这穷的揭不开饭的周家竟然吃起了蛋。二妹，你家哪里的鸭蛋啊？你是不是去我家偷的？大舅母，这是我们家自个儿鸭子生的鸭蛋。谁问你了？我问你娘，你答什么话？蒋秋雨，我家儿媳妇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她是晚辈，我作为长辈怎么不能说了？你别忘了，你和我大哥早就跟我断绝了关系。今日晚春叫你一声是大舅母，是看在大哥面子。你要是再不客气，别怪我拿搅屎棍把你轰出去。我今儿个还真不走了。滚！快给我滚！哎呦，我的娘啊！大舅娘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到底是鸡蛋还是鸭蛋？你这个小聋子，找死啊！你就别再叫我聋子了，我的耳朵好了。晚春，今后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尽管来我身后，即便我站不起来，也能保护你。知道了，相公。他说他不嫌弃我是个残废，但我周瑞渊绝不能就这样一辈子。来，晚春，多吃点。自从娘死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对我这般好过。娘，来，你也吃。嫂嫂、娘，你们就别争了，小心那2只鸭老大以为我们不够吃，到时候拼命生，生的我们吃不完。你瞧瞧你家那个好二妹，今天居然拿搅屎棍来赶我！长嫂如母，她就是这么对娘的。还有你，天天就知道种地，得空了跟我去看村口王家的姑娘，早点把亲结了。周家那2只鸭子还真是命大，我明明下了成倍的药，怎么不仅没死，还下蛋了？孩子他娘，你就别再干这种阴损的事，以后是会遭报应。报应？她一个出嫁的女人就不该回来占娘家的地。那小破房子是你不要，地也是人家自己开的荒，反倒是我们强占了二妹一块地。一次赌不成，我就赌第2次。等吧，天黑前那2只死鸭子肯定嗝屁。娘，不好了，我们的鸡，我们的鸡！我们的鸡怎么了？我们家的鸡全部都被黄鼠狼给咬死了！哎呦，我的鸡呀！我的鸡怎么都没了？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嘞！我的鸡怎么都没了？这大白天的怎么会有黄鼠狼呢？这咬的没一块好肉，都没法吃了。不吃就不吃。老陈，今天一定要给我买个老鼠夹，我一定要把那只黄鼠狼给逮了。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娘，我们这边遭了黄鼠狼，二姑那边怎么样了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明明下了成倍的药，这2死鸭怎么还活得好好的？不可能呀！
难道那药是假的？娘，你在那儿干啥呢？快下来！哎呀，我的腰啊！老天爷啊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娘，大舅母家是怎么了？叫得这么惨？不用管他，那蒋秋菊就是个泼妇，估计今天在我们家受了气，现在自个儿在家发邪火呢。晚春，你记住了，不要把那两人当长辈看，往后他们若是敢欺负你，你尽管还回去，不用顾及我们。知道了，娘。娘，既然三弟的耳朵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再去找大夫，给相公和二弟也看看腿和眼睛？我也想给他们看大夫，只是我们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。娘，这香囊是你做的？是啊，做缝补剩的碎布丢了可惜，我就从山上采了些野花放进去，随手缝的。娘，你的手艺这般好，不如我们做些这样的香料去县里卖。去县里卖？这普通的农家人只管温饱，谁还会买香料呢？娘，县里府上的富贵人家多，他们讲究这些。娘，不急，我们先把咱们的地要回来，种上粮食，等有口饭吃再说。对，没错，把地要回来。晚春，你若是不愿，就和娘睡一间。今日你进门这般寒酸，除了我们家没银子外，还有就是瑞渊的意思，他的腿没好，不想跟你拜堂，不想耽搁你。娘，此事相公和我说过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我愿意等他的腿好。但是哪有新进门的媳妇把相公独自丢在新房呢？若是被外人知道了，那不又要笑话我们？您放心，我不在意这些。正巧晚上相公也需要人照顾。好孩子，晚上要是有事，记得唤娘。知道了，娘。相公，你还没睡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今日新婚，为何不能来？相公，你今夜若是抱着被子走出去，那明日我可就要落下弃妇的名头。你先睡，我还看会儿书。相公，你能识文断字，为何一直没有去参加科考呢？不想入仕。若是不入仕，又怎能出人头地呢？仕途复杂，免得招惹一些是非之事。不是，相公想要出人头地，也不一定要入仕，士农工商总有一条适合我们的道。这书里主讲御天之法和治国用兵之道，与入不入仕本就没关系。这小姑娘倒是一点防备也没有。让你把猪圈锁好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小猪仔跑了，我们今天吃啥子肉呀？娘，大舅母家是出了什么事儿？隔壁那蒋秋菊，昨天后院的鸡死光了，今个儿一早起来，又发现刚买的小猪仔跑丢了。恶人自有天收，看他过年还怎么拿猪骨头来羞辱我们。晚春，快来吃早饭，娘做了蒸鸭蛋，你尝尝。昨天那两只鸭子又下了几个蛋。我去西村胡家借米，正赶上他家媳妇生胎毒，要吃鸭蛋败火，我就卖了些。你看，这下咱家不仅得了钱，胡家还给了1碗米。三姨母前几日送的红薯，我拿去烤了。给，多谢相公。你下次能不能用点心？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？陈月娥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想要看我们家的笑话吗？蒋秋菊，你家占了我们家那块地已经有2年了吧？是时候该还给我们了吧？你这是想要来找我要地？那块地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早该来要。呸！这地是我公婆丢给我们的，谁说是你们的？瑞渊这孩子模仿字迹当真是一绝，连那红印章都瞧不出假来。现在地契在我这里，要不要我们去县里见官？看看这地到底是不是我们的？怎么会？那地契明明被我偷走烧掉了，怎么还有一张？难道以前那张是假的？你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个骚寡妇，想要从我手里拿走这块地，除非我死！还有没有王法？当街打人是想谋害人命！以前怎么没瞧出来？这小聋子这么凶悍。大舅母，你是忘了我说的话了？我现在不聋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连舅母都打。舅母，你也配？大哥，你也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这地到底还不还？爹娘，不好了，
地里出大事了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娘，不如我们也去瞧瞧。昭儿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行，娘，我们快跟上前。这不是去我们那块地的路吗？难不成是我们地里出了什么事儿？娘先别急，我们先看看再说。这块地位置隐蔽，环境清幽，娘当初选这里，想必也是为了图个清静。我的老天爷呀！你这是偏要跟我过不去啊！你瞧瞧，你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强占人家的地，我们会落得这样的后果吗？都说了少做坏事，你偏不信，这不就损了阴德，遭了报应？一定是你们干的，是你们害得我地里的菜和稻子都变成了这样。娘，你就别乱说了，这稻子是因为地太干才黄的，这菜是因为地里虫太多才烂的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平日里肯来地里帮忙除虫饮水，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这块地稻子和菜都死了，晦气得很。不如还给他们，我们回去找小猪仔要紧。不行，我就是不把地给他。你还有完没完？二妹，这块地你们想要就拿走吧。那好，大哥可要说话算数，不要再让大嫂来闹，不然我们可能真的要对簿公堂。放心，我丢不起这个脸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自个儿的地了。娘，这地里的东西该怎么办？我们得把这些苗和菜都给拔了，再把地翻翻，重新种上。娘，三弟，你们先别急，让我瞧瞧。晚春你，娘，别急，这些还有救。有救？是的，这些苗和菜都只是病了，适当用点药，应该能有所好转。以前装傻的时候，我经常跟着娘在菜地里钻营。庄稼和人一样，照料不好也会生病。行，我现在手里还有些铜板，等下就去县里买点药，顺便买点大米和种子。正好，这些种子还够用，不用买了。娘，要不你今天就不去县里了，我们现在种这些瞧瞧。去，当然得去，不买种子也得买米和药。晚春，你就留在家里，我和昭儿去。娘，你路上小心一些，走路不要半个时辰就到了。你和瑞阳他们在家里等着，我们很快回来。他虽然双腿不便，干农活竟如此熟练，真是个细心的人。相公，这里就交给我吧，你先出去等着。相公，快来喝粥。相公，你这香膏是我娘亲手做的，你放心，不会有坏处。心跳的好快，脸上烫的像是着了火。多谢相公。在刘氏手底下讨生活这么多年，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握着我的手，想替我抚平这些伤疤。剩下的你拿着，每日涂一点。大哥大嫂，快吃饭吧，不然等会儿凉了。对，快吃饭，不然凉了就不好了。昭儿，快，你看咱们这趟收获可不小。娘，你怎么买了块布？过2天就是你回门的日子，得穿好一点才成，气气你那狠毒的继母。我竟忙忘了，妹妹也要在同一天回门，没想到娘一直替我惦记着。娘这就给你去做件新衣裳，样式一定是最好看的。娘，其实不用了。怎么不用了？晚春，你这次听我的，你那继母和继妹从小到大就知道欺负你，这次回门一定要杀杀他们的威风。
多谢娘。你先等着，这衣服很快做好了。昭儿，去把买来的药拿来，给大嫂看看是不是这个。好嘞，娘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快去地里撒药，看看那些庄稼还能不能活。走吧，现在就去。等把地弄好了，我好给你嫂子缝衣服。晚春说的这药还真管用，你瞧瞧，这些原本烂掉的菜都活过来了。小白菜今天都能采着吃了。是啊，娘，嫂嫂真厉害，要不是她，我们差点把这些菜都挖了。娘，你快看，这可真稀奇啊！这块地里居然长出东西来了。这块地难不成是被你们大舅母他们种活了？不像，要是他们知道这是块好地，怎么可能会轻易还给我们？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娘，说不定是这块地荒废久了，慢慢变得肥沃，没人打理才长出的。娘，你快来尝尝，这萝卜真好吃，跟我们以前吃的那海棠果一样。真的？这萝卜的确是好吃。来，我们多装几个带回去，给大哥大嫂他们尝尝。娘，三弟，你们这是背的什么？晚春，你快尝尝这个萝卜。娘，这萝卜哪里来？这萝卜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就都是从我们家地里挖出的。以前那块地买来的时候都是石头，没想到现在居然长出了萝卜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今天中午我们可以炖萝卜汤喝，只是这么多萝卜我们也吃不完。娘，不如我们把这些萝卜拿出县里卖了吧？卖萝卜？没错，就是卖萝卜。这萝卜也有人买？我看村里人家家户户都种了。娘，这村里人是都种了萝卜，但是县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没有，他们平日里都叫人在附近的村里收菜。不如我们直接找一户人家卖过去。卖给谁？我记得李县令家的后厨帮佣何大婶，他和我娘以前是一个村的，当年经常帮我家买粮食。我认识李县令家的帮厨，要不明哥我带着去县里瞧瞧，看看能不能卖出去。也行，不过我得陪你一起去。娘，你还忙着给大嫂缝衣服，不如我陪大嫂去。三弟要忙着看咱们家的地，不如我还是一个人去。娘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去过县里，一个人不会有事。家里的地刚要回来，要是没人守着，陈家那帮人肯定又要耍无赖抢回去。不如我陪他去。你，蕊渊，你不是一直都不愿意出门吗？娘，有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躲着。行，有你陪着晚春，我也放心。大哥，你的腿这样去会不会不太方便？不碍事，这么多萝卜，正巧也需要车子来运。等下我让三弟到村门口王家借一下马车。你去跟王叔说，借一下马车，顺便把这个送给他们。好的，娘，我这就去。相公，我一直以为相公双腿残疾便动弹不得，没想到他的身体还蛮健壮的。你别紧张，我虽不能走路，但也能做点农活。离得这么近，都能看清他的长睫毛，像画里走出来的神仙似的。多谢相公。这股气息莫名让人心安，就像被他拥在怀里一样。风儿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总觉得我能看见光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看见光？难道你和你三弟一样，眼睛突然好了？不知道，总觉得有光，但是仔细一看又好像没有。风儿，你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。风儿，你还能看到光吗？看不见了，全是黑的。娘，好像真的能看见一点光，就像黑夜里远远放着的一盏灯，很远很模糊。风儿，你眼睛是能看见了，我要去告诉你大哥。娘，先别告诉大哥，我的眼睛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好了，免得大哥知道了以后会失落。好，我不告诉你大哥，这几天你别总是看着太阳，多休息休息，说不定再过10天半个月就完全好了。娘，等我眼睛好了，让我去京城吧。你为什么想要去京城？我们现在这样在长留村不是挺好的？娘，长留村不能躲一辈子，我们不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来找我们的。你大哥方才也是这般说。罢了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娘啊，都听你们的。娘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替外祖父洗刷冤。小心说话。娘，我知道。你们都大了，娘也管不了你们了。先别傻坐在这里了，进屋吃萝卜。我们地里的萝卜可好吃了。这鸭子可真能生，一天7、8窝，再生下去，莫不是满院子都是？娘，我还真听说过有生一院子蛋的鸡。什么？真的有？真的，好像是很多年前在那个什么风平村谭家，听说他们家的鸡一晚上下了1院子的蛋。胡说，一定是骗人的。仔细一想，还真是胡说。风平村谭家满院子的蛋，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耳熟？好像在哪里听过。等以后日子好了，我再给你们多做几个菜。多谢娘。娘，还有糕点，你做的糕点最好吃了。好，到时候娘把你喜欢吃的糕点全做出来，让你一次性吃个够。娘，那女子是谁？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位娘？相公，你换衣服呀！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男子这副模样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好了，好烫！刚才瞧见的那些纹理，你怎么样了？相公虽然腿脚不便，可这力道，他该不会是想同房吧？原来相公现在还不想。你先歇歇，我还出去看一会儿书。既然他有顾虑，那我便尊重他。相公，你看县里还是这么热闹，那些旗子飘得真好看。确实繁荣，倒比想象中还要更有生气些。已经许久没有来县里了，若是这些萝卜能卖个好价钱，周家的日子就能更上一层楼。相公，你先在这儿守着萝卜，我去叩门。你们是来送菜的？不知何大娘可否出来接菜？好的，我这就唤她过来。你是晚春吧？是啊，婶婶。自从你娘走后，就很少见你了。回婶婶的话，我现在嫁人了。我听说你继妹她嫁给了我们大少爷。是啊，她现在可还好？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她嫁进来当天，老爷和夫人大吵了一架，2个人都不待见她。而我们大少爷呢，素来就是个花花公子。李大公子那些纨绔事迹，我早有耳闻。他现在的日子怕是并不如意，好与不好也都是他自己选的。婶婶，你们府上还需不需要萝卜？我们家的萝卜可好吃了。真是巧了，我们家老爷最近正想吃萝卜。你们家萝卜甜不甜？这位后生长得可真俊俏，我在这10里8乡还是头一次瞧见。婶婶，你先尝尝萝卜。晚春啊，你家这萝卜真好吃。婶婶，要不买点去府上？行，正巧夫人刚给了我买萝卜的钱，但我手里现在只有65。你车里这么多萝卜，全卖给我，估计亏了。的确是亏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自个儿再掏60文，把你另外一半也买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呀，从小就惹人喜欢，人老实本分，这萝卜又好，我为什么不买？来，拿着，一共是120文。你没事吧？相公，你会驾马？以前学过。他过去定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发生了什么事？相公，
受惊了。去！相公，你的腿……怎么样？可有受惊？我没事，只不过相公你的腿……好像能动了。真是太好了，相公，你的腿终于能动了。这一刻的相公，像极了书中走出来的世家贵公子，叫人看一眼便终生难忘。娘，饭。蕊圆，你的腿真的能站起来了。娘，相公现在还不能完全站起来，只能用一只腿撑一会儿。没关系，现在能站起来，说明以后一定能像以前一样站起来。我们可以慢慢练。娘说的没错，相公，以后我帮你一起练。辛苦娘子了。娘，我们今天卖了萝卜，得了120文。我们用这些铜板买了10斤米和1斤油回来了。这萝卜能卖这么多铜板，今儿个运气好，何大娘喜欢吃我们家的萝卜，自个儿出了1半的铜板，买了我们剩下所有的萝卜。昭儿，走，跟娘一起去把米和油扛进来。娘，等等，我这就来。娘，等过几天，我们把萝卜和鸭蛋都带出去卖，卖了的铜板给你还有2弟3弟都做些衣裳。傻孩子，等有了铜板，娘第一件事儿再给你买件像样的首饰。瞧瞧模样这么俊俏的小丫头，头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以前娘亲还在时，我曾有一只珍珠做的珠钗，那是娘唯一的嫁妆。可后来刘氏霸占了家里，连那唯一的念想也被抢走了。娘，没关系，以后这些东西都会有的。娘，我们先吃饭吧。真好看，我呀，要是能有一个你这样的女儿就好了。娘，我本来就是你的女儿呀。是啊，你本来就是我的女儿。娘子，好了没有？相公今日竟如此俊朗，真想把它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瞧见。相公，今日去我家，你不必忌惮我爹，还有我继母。从我出嫁那一刻开始，他们早就和我再无关系。今日回去不是看望他们2老，而是要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娘留给你的东西。相公是怎么知道的？柳媒婆说的，她说你家继母狠毒，一定扣了你不少嫁妆。我想你娘留给你的东西，对你来说都很重要，不能平白让给别人。看来是刘兰芝跟李大公子回来了。相公，要不要还是让我找个椅子给你坐？无事，我没问题。哟，晚春啊，你也来了。这周家老大不是个残废吗？怎么长得这么出众？腿竟然也能走？杜晚春，你没看到娘在这里？我娘在地里埋着，并未在这屋子里。杜晚春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嫁给你爹，我就是你娘。你这是嫁人之后就变得没有规矩了啊！你和我爹一无媒，二无聘，小小妾室怎能称得上我娘？哟，真是长进了呀，还知道什么叫妾室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杜家的主人，也就是你娘，你不叫也得叫。姨娘，你这个贱蹄子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刘夫人，晚春既已嫁到了我们周家，那便是我周家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动手？你们杜家若是再如此，小心我去官府告你欺凌妓女。相公平日温言细语，没想到发起火来竟有这般压迫感，这心跳的怎么那么快？你们在干什么？
芝儿，快让你相公给我做主！这周家小子竟敢凶他的丈母娘！娘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位仙姑是谁呀？贤婿，这位是我们家的那个傻女儿杜婉春。这哪是什么傻女儿，这是天仙下凡啊！相公，她就是个穷乡僻野里的傻丫头，哪里是什么天仙下凡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她好歹也是你姐姐。相公，你是我相公，怎么能帮着她说话？当初我爹说要娶杜家傻女，偏被我娘换成了这泼妇。我怎么不能帮她说话了？要不是你和你娘做局，她现在就是我娘子。李大公子好。我说岳丈，你什么眼力劲儿？我才是李大公子。贤婿好，贤婿好，老眼昏花看糊涂了。岳丈，你眼睛真不好，怎么把那穷酸小子认成了我？你就是周家的大儿子。见过岳丈，你的腿不是残了吗？岳丈，我的腿的确残了，不过近来好了许多，能勉强站起。原来不仅是个农家穷酸小子，还是个瘸子。我说大姨子莫不是要守活寡？我家相公如何，你自是体会不到，就不劳烦妹夫操心了。我看啊，他就是个废物。李大公子这么清楚，难不成有什么断袖之癖？一眼就能看出我家相公是废物。贤婿莫生气，都是一家人。爹，我娘临死之前是不是给我留了一对银儿饰和一对珠钗？没有啊，你娘死之前就只给你留了那一身嫁衣。爹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娘当时留给了我一对银儿饰和一对珠钗，那是她留给我出嫁用的。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难不成你想自己吞了去？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会回来？感情是来要东西的。杜婉春，我告诉你，你娘的东西都跟着她下了地，你要是想要，就去地里挖。那分明就是娘临终前留给我的珠钗，刘氏竟然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戴在头上。爹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婉春，那是我给你继母买的，不是你娘这个就是。爹，你看清楚了，珠钗上少了一颗珠子，那正是我不小心咬掉的。哎，小贱人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！把东西给我！哎，住手！爹，除了这个，还有银儿饰，银儿饰在哪儿？没有。岳丈、岳母，你们两个怎么能霸占人家钱财呢？是他的东西就还给他。那银儿饰不在我这里。相公准备来吃饭了。爹，刘兰芝那耳朵上是不是我娘的东西？不是，那不是。是你娘的耳饰又怎么样？现在是我的了。你这个小娘们儿，我是少你吃还是少你穿了？我们李家还用得着你抢别人的首饰戴吗？芝儿，站住！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。相公，这是我娘给我的，不是我抢的。那也不行，自己乖乖摘下来。你娘给你的，那也是抢来的。大姨子，这东西是你的，你就收好。虽是抢回来的，但进了这等人的身，当真恶心，得好好擦干净才行。相公，东西拿到了，我们走。大姨子，你们别走啊，这饭都没吃呢。不吃了。好不容易回门，怎么饭都不留下来吃呢？多少吃点吧。大姨子，你这小子让开。李大公子，饭你就留着自己吃。相公竟能站着将我抱起来，他的腿好了。即便疼得骨裂，我也绝不能在这些小人面前露出半点虚荣。那臂力，那腰力，还有那步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残废。这周家小子，相比之下，老子这个又丑又胖的小矮子才是残废啊！娘，都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嫁给李家吗？傻孩子，这李家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瞧瞧，你要不是嫁进李家，能穿这么好的衣服，戴这么好的发钗吗？依我看，还不如嫁去周家。周家虽穷了一些，但是那周瑞渊长得一表人才，
大娘子还温柔体贴，总比我在李家受气强。娘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嫁进门才3天，我那相公就急着纳妾，以后我这日子该怎么过？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只要你给李大公子生个大胖小子，不就站稳脚跟了？哼，你要是觉得嫁给我不好，我就给你一封休书。若是被休回家，我这辈子就彻底毁了，绝不能被赶出李家。相公，方才我说的都是气话，你要是想纳妾就纳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贤婿，不管他们了，我们来吃饭。我的肚子！娘子，娘子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快要生了。娘子，你先进去，我现在就去请稳婆。真是晦气，怎么回门还碰到这种事儿？相公，我儿子怎么了？大江啊，你家这不是儿子，是个闺女，而且怎么了？当初你跟我的时候就说会给我生儿子，你瞧瞧看看，你生的什么东西，竟然还有6根手指！亏我这么多年待你不薄，你居然是这样报答我的！不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明明是个带把的，这丫头不是我的。是你肚子里出来的东西，就是你的，难不成你还想丢了？大夫明明都说是个男娃，怎么就变成了女娃呢？一定是老天爷弄错了。老子为了这肚子里的种忍了你这么久，没成想竟是个没用的赔钱货，还长了6个指头。这娃，你爱养不养？要是不养，我送去给我大姐养着。你抱走就是。哼，你也别在床上干躺着，快起来干活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没见到我才刚刚生完孩子吗？我这月子都还没做。生个女娃娃还有什么好月子要做？别给我偷懒，地里的菜要收了。杜大江，你当时娶我进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当初是你非缠着我要进门的，现在嫌弃我了，晚了。杜大江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以后怎么对付你！你家这男人真不是人，怎么丢下你这个坐月子的女人就跑了？让你多管，他是我男人，又不是你男人。爹生完了就快滚！我看呀，你就是活该！快给我滚！哼，好你个杜大江，没你我也照样能活。我这是倒了什么大霉呀？怎么，你的继母又欺负你了，连个饭都不留你们吃？不是他不留我们吃饭，是他做的饭我们不愿吃。瑞渊今日强撑着站了许久，腿肯定疼坏了，得让他好好歇歇。晚春，日后你莫要再怕你那歹毒的继母，她若是再欺负你，我拿那搅屎棍打得她哭爹喊娘。还有你那爹，他不疼你，我疼你。从小到大，连亲爹都不曾真心待我，没成想在这贫苦的周家，竟感受到了头一次被人疼惜的滋味。娘，我来帮你。快歇着去，这点活娘一会儿就干完了。你和瑞渊一大早起来赶路都累了，快去歇歇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没关系，我不累。娘子，你听娘的，先休息吧。没事，我这就去叫二弟三弟。二弟三弟，吃饭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三弟，你的耳朵完全好了？是的，不仅完全好了，我发现比以前听得更清楚。那就好。三弟日后有何打算？先把家里的地种好，然后无事，都是一家人，你直说。然后再去陈州。去陈州干什么？去军中任职。去军中任职？那可是要行军打仗，你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……娘，从军是好事，说不定三弟能在军中能谋一个官职回来。我这还不是怕他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娘，不会的，我这次去陈州会先去找林校尉，有他在，一定不会只安排我做个小兵。林校尉？那是我在京城认识的一位朋友，早年去陈州当小兵，后来立了功做了校尉。娘，若是军中有人照应，那不是更好？三弟年纪也不小，能出去历练也不错，总比一直困在这山里好。
三弟，你去吧。多谢大哥。不过你得在我的腿完全好了之后再去，家中田地需要人照看，我不想你嫂子辛苦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是等家里安稳之后再走。娘，这菜都上齐了，我们快吃饭吧。晚春这孩子真是有福气，瞧着他我就觉得欢喜，老天爷真是送了个宝贝给我。多谢娘。罢了，既然你们拿定了主意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只是昭儿，切记不要惹事。好嘞，娘。等会儿我拿一些鸭蛋去隔壁张婶家换一只猪崽子来，等猪崽子长了，我们就有肉吃了。那太好了。另外，等我们地里的庄稼熟了，我们就不用去买米了。等有闲钱，我们把房子也修一修。现在的周家，衣食住行样样都要添置，只靠卖萝卜和鸭蛋攒钱的速度实在太慢，得想个更赚钱的营生。娘，你会制香？会一点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娘，你忘了上次我问过你的香囊。原来这样，怎么了，晚春？娘，我有个好法子，我们可以做熏香去卖。熏香有人买吗？这附近住的都是农家之人，应该都用不上熏香。娘，我们可以去成安县和青州府卖，那里有很多达官贵人，他们平日里每天都会用上熏香。娘，别急，我们可以先去县里试试，若是卖不好就不卖了。也行，那我们先试试。晚春，你这么聪明，你那爹和那继母居然还说你傻，真是有眼无珠。我继母是巴不得我傻，日后我若是瞧见他了，定要给他几巴掌，不然真不解气。娘，打他脏了你的手。晚春，你娘死得早，是不是有些事情还没跟你交代？什么事？那个同房。这种事从未听人提起过，真是羞死人了。我就知道你继母那般对你，一定也没有跟你说。我自家儿子，我知道他那腿残了，但是腰没残。娘也没别的教你，就是万一受不了了，记得喊娘。万一受不了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瑞渊，你别看他现在腿脚不好，过去他从小到大身体就很好，比一般男人都要健壮。娘，我和相公他，你们还没圆房。晚春，你是不愿意跟瑞渊？不是，是瑞渊不愿意。那孩子一定是怕拖累你，所以才不跟你圆房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他能站起来了，说不定要改变主意。娘子，天色已晚，早些休息。相公，你还没睡？夜里风寒，你小心着凉。相公今夜继续在屋外看书。你先歇息，我待会儿再进去。我陪相公一起看书。你识字吗？小时候娘教过我，不过已经许久没写，不太记得了。我教你吧。真的？过来吧。多谢相公。我的字好丑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他的手好暖，指腹带着厚实的宝茧，这就是娘说的健壮的男人吗？你跟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来写，会写了吗？会写了。相公，你可以教我写你的名字吗？我的名字？对，你的名字。好，我教你。学会了吗？时候不早了，明晚我再教你。相公也早些休息。心跳的好快，明明外面那么凉，身上怎么这么热？相公原来他的手那么暖。娘，这是我刚刚在山上采的花，准备用来做香露。娘，这些花可以做香露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采的花不多，
要是能再采一些就好了。娘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采。你呀，先把早饭吃了。相公他们呢？瑞渊在后院砍柴，昭儿带着风儿去了地里。晚春，你家继母生了。我们昨天去的时候，她还没生。昨天你们走之后生的。我听村里人说生了一个丫头，还是6指的丫头。我爹一直盼着想要有个儿子，看来他得落空了。何止是落空啊，他气得把孩子丢给了你大姑养。你说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他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呢？老周家的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不就是长了一副好脸皮吗？还不是个寡妇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还不快走！老头子，我听陈家那口子说，他们把地还给周家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他们都在地里种了啥。老周家的，你们这是去哪儿？不就是长了一副好脸皮吗？还不是个寡妇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还不快走！老头子，我听陈家那口子说，他们把地还给周家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他们都在地里种了啥。娘，他们是谁啊？晚春啊，以后碰见他们两个得绕道走，这就是2个好事精。好嘞，娘。这小寡妇还挺能种地的。我听陈家那口子说，他们地里的菜都生了虫烂了，怎么长得好好的嘛？这菜还真是长得好，比我们家地里的都长得壮。哼，这都是他们运气好，买了这块好地。老陈家估计还不知道这事儿，他们要是知道这刚送出去的地就长出了这么多粮食，那还不得跟周家闹？我们这就去告诉老陈家那2口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那小寡妇地里的菜还真是长得好。老孟家的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当初我让你不要把地还回去，你偏要还。现在好了，我们种的粮食直接拱手让给他们。我哪知道那块破地换了人就能长出金子来？凭什么就这么白白让给他们？陈天牛，我跟你说这事没完，我要去地里看看。凭什么就这么白白让给他们？陈天牛，我跟你说这事没完，我要去地里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陈铁牛，你快看，这些庄稼长得多好！这该死的老周家，当初把地还给他们，居然能长成这样，这分明是抢了我们的运势。陈月娥，我们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活该受穷！人家都快爬到你头上来了，你不知道！我看你们拿什么吃？饿死你这个小寡妇！我看你拿什么吃？饿死你！陈月娥，你这个臭寡妇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！够了，我们快点回家就好了。你催魂啊催！蛇！臭婆娘，你快看！快来救我！你快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好好的？鬼！有鬼啊！蛇呀！鬼！救命啊！娘！娘，你怎么了，娘？你娘被蛇咬了，快带她去看大夫。
大夫，你快瞧瞧我娘，她给蛇咬了。蛇？被什么蛇咬了？被一条黑皮三角头的蛇，不得了啊！这蛇毒得很。你们怎么好好的被蛇咬了？爹，娘是怎么被蛇咬的？老陈，是在菜地里。菜地里，那难怪了。山上一直有这样的蛇，不过这蛇不多，你们运气不好，偏偏碰上。你把这个拿回去给陈大姐擦擦。她呀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这只手估计是废了。手废了？什么意思？毒我可以帮她解，但是那蛇咬断了她手上的筋脉，这筋脉一断，自然是动不了。这可是右手啊！娘要是废了，家里地下的活以后该咋办呢？这蛇很毒，要不是来得早，估计已经没命了。你想想，跟丢命相比，损失一只手又算得了什么？有道理，保住命就好。那菜地不仅有蛇，还有鬼。我们明明把菜拔了，一转眼那菜又长出来了。鬼，一定是鬼！你爹啊，估计是被那毒蛇吓着了。我给开一些凝神的药，你拿回去煎给他喝。多谢许大夫。娘，你快来，这里好多花。这是蔷薇花，还真是。这蔷薇怎么现在就开花了？蔷薇香露虽是京城贵人们喜欢的安神好物，可这种花向来是5月初夏才开，现在才3月初春，开得实在蹊跷。怎么了，娘？这花应该5月开才对。娘，许是今年春日里暖和，所以花开得比平常要早。也对，长留村这里本就地处偏南，比京城要暖和许多，现在花开也不奇怪。是啊，娘，我们快点把这些花采回去吧，不然天就要黑了。行，我们先采回去再说。娘，往里边走点，里面的花开得好。哟，周妹子，你是没瞧见，陈家那口子，也就是你嫂子，手都快被蛇咬断了。陈老大背着回来的时候，脸白的跟个鬼一样。他呀，彻底跟我们家闹翻了，不是我家嫂子了。早该这样了，以后他求着你，你也甭理他。放心，我和他们陈家本就没什么关系，这样就对了。这卖鸭蛋攒下的也就300文，买粮食布料是够了，可要做香露的锅炉和瓶子。娘，要不我把我的珠钗拿去当了，等赚了银子再赎回来。不行，珠钗是你娘留给你的东西，你不能当。娘，钱财本就乃身外之物，我娘当初留下这些东西给我，就是想着万一我哪天快要饿死的时候，用来帮我换银子，用来度过一关。我想现在正是度这一关的时候。春儿，等我们做的香露赚了银子，就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不行，我知道你娘是好心，但我们周家再怎么穷都不能用儿媳的嫁妆。银子的事儿我会再想办法，这个你收好。没想到婆婆竟这般有骨气，我果真没有看错人。把这个当了吧。相公，你这支笔是由兔毫和象牙所制，虽是破旧了一些，但是拿去当应该也能当一些银子。瑞渊，这笔你从小就带在身边，就像命根子一样宝贵着，怎么能就这么当了？娘，就像晚春说的一样，等赚了银子再赎回来。唉，既然你想通了，那娘就试试，看看这支笔能当多少银子。娘，我去当，明天我拿到县里去当。晚春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？我陪你去吧。娘，明日就你和相公先在家等我，我快去快回。这笔当不了多少银子。
5两银子。 50文。50文。相公这笔虽有些年头，但这可是名贵之物，50文太少了。 100文怎么样？500文怎么样？当不当？不当了，我不当了。小姑娘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只能500文，再多就不行了。就算是500两，我都不当了。晚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婶婶，我今天来县里替我相公买一点东西。晚春呀，你家那小萝卜还有没有啊？家里还有，可以再卖给我一些吗？婶婶，你还想要买萝卜？是啊，我上次买了你家的萝卜，李知县和李夫人非常喜欢吃，还送到了方家，方老爷子也很喜欢，周家的生计就有指望了。再买点，真的？那方老爷想要多少萝卜？就跟上次一样，那么多就行了，免得买多了坏掉，日后要再找你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摘萝卜来。也行，我就在李府后院等你。好的，婶婶。晚春，这些你先拿着，算是定金，剩下的等你送到府上再给你。多谢婶婶。晚春，大概当了多少银子？有100文啊！相公，你的笔我没当掉。晚春，你没把笔当了，那这铜板哪里来的？多谢你。相公，你我是夫妻，无需言谢。这笔对你这般重要，我们好好留着，将来说不定有其他的用处。我们好好留着。走吧，相公，我们先进屋。嫁给相公，真像心里吃了蜜一样甜。晚春，这里足足有100文啊！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何大婶，上次我们不是卖了一些萝卜给李县令家吗？李县令很喜欢吃我们的萝卜，所以还想再买一些，就给了一些定金给我，让我们再送一些过去。这是好事啊！我这就带着周昭一起去地里摘萝卜。娘，我跟你们一道去。行。地里的农活太重，你让3弟和2弟去就行了。没关系，这苦我能吃，一家人就不要分你我。3弟耳朵刚刚才好，2弟的眼睛还在恢复中，他们也不宜太过辛苦，我能帮他们忙也好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可是，相公你的脚……你看，我的腿能走了。相公分明走得很辛苦，却还要强撑着，他是不想让我太劳累。相公，要不你留在家里帮我们将花瓣清理一下，等我们从地里回来就去县里送萝卜，送完萝卜再去买锅炉和瓶子，等回来就可以直接做香露了。我不。瑞渊，听晚春的，你留在家里帮把手，别添乱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是大丰收啊！娘，嫂子，这根莴笋估计能吃上2天了。还真是。娘，大嫂，我记得前几天这些菜好像还没这么大。是啊，昨天我们路过的时候，瞧着稻子也还没黄。许是近来天气暖和，所以稻子和菜都提前熟了。晚春，来，把这些萝卜接着。这本是石头地，哪来的木头？娘，你快来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上好的檀香。娘，这真的是檀香吗？这石头地里怎么会有檀香呢？许是这里以前就是一片檀香地，只不过后来都被人砍了，有些木头就被埋在了地底下。娘，我们快把这檀香挖出来吧，到时候还可以跟着一起做成熏香。没错，这么大一颗上好檀香，要是做成熏香，估计能卖上不少钱。这是咱家老爷给的赏钱，拿着吧。这1两银子，加上何大侠给的200文，
终于不用再让家里人饿肚子了。放心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。娘，吃饭了。好的，我这就过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我以为我和瑞渊他们就这么完了，但是看着这些檀香和蔷薇花，我知道我们的路没绝。娘，你和相公以前是京城的大户人家吗？晚春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惑，但是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，因为知道的越多，越会惹来杀身之祸。你不要怪我和瑞渊瞒着你不告诉你，是想给你留下一条后路。娘，快来吃饭吧，等吃完饭我们赶紧做香露。晚春，你先吃，娘这就来。晚春、瑞渊，你们快来闻一闻，这香味不一样。这香露里除了我熟悉的奶娘椒的香味，怎么还有一股从未闻过的特殊奇香？怎么了，娘？娘，这香露真好闻。娘，你这次做的香露比我们之前在京城用的都要好闻。这香露跟我在京城闻的不一样。娘，许是这里的花不一样，所以香味不一样。我们等下拿到县里卖一下试试。我们现在只有这一瓶，能卖得出去吗？我们可以问一问方家的方老爷，要是他能看上我们家的香露，那就好了。我的香露他能看上吗？娘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，方老爷一定能看上。昨日打听过，方夫人正愁买不到好香，这瓶定能敲开方家的大门。那好，我们一起去。你们是谁？来我们方府干什么？请问刘管家在吗？滚！哪儿来的叫花子？快给我滚！你这个女人，怎么话都没说上几句就动手？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让你滚！这位婶婶，我们是昨天来送萝卜的。如此狗仗欺人之辈，实在可恶。快滚！救命啊！张嬷嬷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快去请管事嬷嬷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天上打了一个雷，正巧劈在了嬷嬷头上。你们是谁？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是昨日来送萝卜的周家，今日特地来问问刘掌柜，这萝卜还要不要？原来那萝卜是你们家的。是的，那些萝卜都是我们家的。那萝卜脆甜可口，我很喜欢吃，正想让刘管家再买一些来，没想到你们就来了。好的，夫人，我们明天再给您送一些萝卜来。那好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儿？夫人，闻到了，这香味好香啊！这是哪里传来的香味呢？夫人，你说的是不是这个？没错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我娘刚做的香露，夫人要不要试试看？
夫人，这香味你喜欢吗？这香露真的是你们做的？没错，是我们做的。真是好手艺，做出来的香露比西域进贡的都还要好。不是手艺好，是这地方水土好，养的花香。没错，这成安县的确是个好地方。这瓶香露可否卖给我？夫人若是喜欢，我们把这瓶香露送给您便好。我们方家人一般不会平白无故收人礼物，既然你送给我香露，那我便也还一份薄礼给你，帮我拿5两银子给这位姑娘。5两！夫人，5两会不会太多了？不多，我平日里随便买瓶上等的香露都要10两。多谢方夫人。晚春啊，刚才不是做梦吧？娘，你摸摸看这银子。晚春啊，我们今天运气真好，做的第1瓶香露就卖出去了。是啊，娘，你的手艺好，不愁没人买。我们快回去，再做点香露。娘，我们顺便再采一点花。这老母鸡下蛋了！娘，这蛋还是温热的。平常老母鸡一天顶多生1个蛋，这2母鸡真能生，一生生俩，又生了。这方老爷家的鸡还真能生啊！娘，快把蛋捡起来。好的，晚春，你稳着马车，我来捡。张二、风儿，快出来吃鸡蛋了！娘，我拿去灶房煮上。相公，你瞧，这是什么？5两。是的，方太太用5两银子买了我们那瓶香露。那真是太好了。相公笑起来真好看，看着他，我这心里也暖烘烘的。娘，真好吃。昭儿，慢点吃。以前在京城，桌上尽是山珍海味，从未觉得鸡蛋稀罕。如今历经磨难再吃，这心情当真是不同了。这些日子苦了晚春，好的东西理应先紧着它。这鸡蛋比我以前吃过的都要好吃。吃什么吃？肚子里又没娃了，吃了也是浪费鸡蛋。好你个杜大江，竟敢这么对我！我要去李县令家告你一状。你去告啊，快去！别以为你女儿嫁给了李大少爷就很了不起，我瞧啊，他们李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女儿。哼，看不上又怎么样？总比你女儿嫁给那穷的叮当响的周家好。杜大江，你等着瞧好了，我女儿将来一定比你女儿要富贵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，我家晚春能嫁那么差吗？你竟敢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你把我们家人害得这么惨，我没把你赶走，你就感恩戴德了。杜大江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去找我女儿女婿，让他们来替我撑腰。你有本事去了，你别再回来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家大少奶奶的娘，我来找你们大少奶奶。好的，你跟我进来。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，连个字都不认识。写了药方子让你去帮我买药，结果没有买对一味药。夫人，这药不是我看错了，是那药房的人抓错了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跟我顶嘴！对了，明儿个那月红就会进府。夫人，我这才进门1个月都不到，你就让相府纳妾？纳妾怎么了？这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急什么？以你的身份，让你做正事已经是破天荒了，难不成你连你夫君纳妾都要管？亲家母，这俩孩子才成婚1个月不到，你怎么能让女婿纳妾呢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怎么把这个乡野村夫放进来了？这位夫人说她是大少奶奶的娘。是的，夫人，这位是我的娘。原来是你娘啊！我还以为是闯进府里讨饭呢。亲家母，我家女儿好歹也是你们李家的大少奶奶，你怎么能让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着呢？我在自己府里教训自己的儿媳妇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是觉得我们李府不好，那就带着你的女儿立马离开。若是蓝氏被赶回去，那富贵日子可就全毁了。杜大江那个死鬼更得打死我，不行，得忍。亲家母，我们家兰芝素来懂事，她若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亲自来教她。行，你今天就好好教一教她怎么做人家媳妇。
兰芝，你一个大少奶奶，怎么住在下人的屋子里？娘，这李家人根本就看不上我。刚刚成婚那2天还好，只是李夫人和李县令对我冷眼相待。可是自从回门之后，大少爷也看我不顺眼了，直接将我赶到了这间下人房里，平日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娘，我在这里过的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他们不仅让我住下人房，还给我吃他们吃剩下的东西。平日里有事没事就找我茬，不是让我下跪，就是打我耳光。我千方百计把他塞进来是享福的，怎么反倒受起罪来了？不行，只要他能站稳脚跟，我就还有指望。你再忍忍，想要对付那李夫人和李县令，你得先拿下大少爷。等你怀了大少爷的儿子，他们得将你供起来。大少爷自从新婚夜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碰过我了。你这傻孩子，人家不碰你，就不知道想想办法，多使点勾引人的手段，就像我以前勾引你继父一样。好的，娘，我再试试。继父真是无情，你跟了他也有几年了，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？兰芝，你娘我的命就这样了，你一定要好好过日子，把你男人的心还有你男人的家产统统都抓在手里面。大少奶奶，少爷回来了。大少爷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大少爷今天带了一个人回来，说是肚子里有了少爷的孩子。你是说那女人有了身孕？是的，大少奶奶，听说大少爷派人诊过脉了，那姑娘的确是有了身孕，而且听说还极有可能是男娃。娘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少爷说了，娘家人来府邸住着不方便，请这位夫人现在就动身回去。这李大少爷当真是狠心，兰芝在里面受苦，他竟连半点面子都不给我。兰芝，娘回去了，你按娘说的做，千万要把少爷的心抓回来。哼，李家再怎么不好，都比这周家好。相公，你这是昨天一整晚都没睡？晚春，我打算参加这次科考。真的？真的。再过几个月便是乡试，错过这次就要再等3年。我绝不能让晚春再跟着我受苦，我必须入仕。乡试在8月，现在才3月，相公还有整整5个月。这5个月里，你稍加努力一些，定能考上举人。晚春，我这次若是能高中，怎么了，相公？可否为我生个孩子？别怕，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不会强求。你我本就是明媒正娶，又何来强求？既然娘子答应了，那我一定要加倍努力，争取早日高中。我的小祖宗呀，你们怎么生了这么多啊？娘，这2鸭子和鸡莫不是成精了？管他们成不成精，先把蛋捡了再说。好嘞。娘，我们今天去方府送萝卜的时候，要不要带一些蛋过去？当然可以，反正这么多蛋我们也吃不完，正巧可以换一些铜板。相公这力气当真惊人，寻常人需2手提的东西，他1只手就拎起来了，他定还藏着别的本事。走吧，趁着天色尚早。想当年这些孩子连穿衣吃饭都不要亲自动手，现在也学会种田自立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或许这便是他们的造化。方夫人，你身上好香啊，真好闻，用的是什么香露？是我新买的蔷薇香露，不仅香气宜人，还能有安神助眠的功效。那2位小妾如今可没这份体面，这香露简直就是我的福音，
昨晚我家老爷闻着这香，睡得比往日都要安稳。方夫人，你这香露是在哪里买的？这味道真是绝了。说来也巧，是一位给我府里送萝卜的农家女子卖给我的。农家女子？那农家女子经常在地里干活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她们做的东西能用吗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农家女子靠自己的手艺过活，没有什么不耻的，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京城那些差。方夫人，那姑娘现在还卖香露吗？我家大哥近来也总是失眠，我想买一些送给他。今日他们还要来给我们家送萝卜，等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帮你问问。多谢方夫人。不过是个泥腿子做出来的玩意儿，这群人竟也当个宝。姑娘，你们先等等，我们家夫人找你有事儿。好的，多谢刘管家。万春，若是方夫人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咱们便不卖了。放心吧，相公，方夫人不是那样的人。夫人，我们的萝卜送来了。姑娘，你上次卖给我的香露还有没有？正巧我娘又做了3瓶，夫人，你还要买吗？不是我要买，是她要买。是的，姑娘，我想买你的香露。夫人别急，我这就去拿。夫人，我们的香露都在这里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香味。姑娘，你这香露卖多少银子一瓶呢？这些夫人都是大户人家，价格报高了，怕是会得罪人。可若是报低了，那家里可就亏大了。我在姑娘手里用10两银钱买的，那自然卖给你们也是10两。我明明5两银子卖给方夫人的，夫人竟说是10两，她这是在特意帮我抬价呢。10两啊！你们若是嫌贵，那便让这姑娘回去吧。是啊，夫人们，你们若是不想买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我还要赶着把我们家的鸡蛋、鸭蛋给卖了。你等等，姑娘，拿1瓶香露给我。夫人请收好。姑娘，这香露的确很香，可否再卖给我拿1瓶？二小姐，这总共也才3瓶，你买走了1瓶，就不要跟我们抢了。既然这样，就1人1瓶吧。你说呢，姑娘？当然可以。姑娘，给。你将这些送给他。夫人，这里有我娘刚做好的檀木塔香，你们若是喜欢，可以拿一些回去。这塔香我家每日都燃，见得多了，也没什么稀奇的。诸位夫人，这些塔香是由上等的檀香木所制，还特地加了一些我们的独门秘方，不仅可以增香，可以使人心情愉悦、凝神安神的之外，还有养生之效，能够运行气血，令人容光焕发。吹得神乎其神，不就是想多卖几个钱？真当咱们不懂行。还真是上等的檀香木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家地里正巧有这一棵檀香树。你们周家真是好运气，能得到这么一块好檀香。你娘手艺也不错，这塔香做工十分细腻，香味比一般的檀香更加浓郁，品质的确是在上乘。我来瞧瞧。当真有那么神奇吗？这些就当送给夫人们的，夫人们若是喜欢，下次再找我来买。那好，我们先拿着试试。方才你说你还有鸡蛋、鸭蛋要拿去卖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把这些蛋都卖给我，也免得你再去奔波。多谢夫人。相公，把蛋搬下来。夫人，一共大概有50个鸡蛋和鸭蛋，150文。多谢刘管家。客气了。姑娘，你还没说家在哪儿？若是我还想要跟你买香露，要哪里找你？长留村周家，
你要是想找我们，直接到村门口打听就行。行，姑娘慢走。相公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整整50两银子，还有150文钱，有了这些，家里的破房子终于能修缮了。得空了，我再让娘给你做几身衣裳。你和娘还有2弟和3弟都要做新衣裳了。我们不急。这小姑娘和她相公模样都很出众，长留村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？我听刘管家说，这姑娘姓杜，以前家住在湘潭村，后来嫁给了这周家。好像还说这姑娘以前一直都有点傻，不过现在看来，那只不过是谣言。傻？湘潭村杜家？难不成这姑娘就是我儿子差点娶进门的杜家傻女？她哪有一点傻样？分明是那个刘氏故意从中作梗，害我家娶了刘兰芝那个扫把星。啊去！这是哪个龟孙在骂我？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家女儿嫁到这家了，所以想要看看晚春在这里，婆婆疼，相公爱，日子红火得很。你也别总惦记她，跑来碍她的眼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怎么还想在这里欺负她不成？你快给我滚！这里不是你们湘潭村。我呸！什么婆婆疼，相公爱，那小蹄子就活该受一辈子欺负。你给我站住！水在哪儿？讨厌！杜大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这个女人是谁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刘姐姐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你不是最清楚了吗？当初我就是这么进的杜家门，如今这报应竟然落到了我自己头上。你这个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杜大哥，快救我！杜大江，我好歹也跟了你几年，给你生了个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还好意思提女儿？我当初让你进门就是想要让你给我生个儿子，可你偏偏又给我生了个女儿。你既然生不了，那就不要怪我找其他女人生。你们两个奸夫淫妇，给我等着！我不会就这么乖乖走了，我死也要赖在这里。你愿意待就在这里待着，但是别想着我会给你一口饭吃。方夫人还真是个好人，要不是有她，我们这香路还不一定能卖出去。是啊，方夫人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你，晚春。谢我干什么？这些香路都是娘你做的，要是没有你的手艺，方夫人也不一定会喜欢。当然要谢，不是你，我也没想到可以做香路。这没什么，主要是娘信我，如果娘不信，也不会真的跟我一起做香路。你这孩子真好。在杜家时，最好的衣裳也不过是那身粗糙难受的灰紫麻裙，从未想过能穿上这么轻盈好看的裙子。这女娃子长得可真俊啊！等以后再多赚些银子，定要给晚春买一件像样的首饰配这身裙子。娘，这些银子我先收着，咱们再存一些，往后给家里盖新房子。蒋秋菊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肉香？我闻到了，这是哪家在吃肉啊？估计是村里那孟家在吃肉。爹娘，是隔壁二姑家在吃肉。他家能吃上肉了？是啊，我看二姑家日子是越来越好了。估计你二姑攀上男人了，不然她怎么能吃上肉？够了！你敢凶我？你要是嫌弃饭不好吃，就给我滚！陈天牛，你疯了！再说一遍。晚春、瑞渊，来吃饭啦！真香，来，多吃点。
多谢娘。杜姑娘在家吗？刘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一件大喜事要跟姑娘说。昭儿，给刘管家添水。上次姑娘不是卖了几瓶香露给那几位夫人了吗？我们家老爷非常喜欢姑娘卖的香露，还有那塔香，所以想跟姑娘来做一笔生意，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。是什么样的生意？我们老爷瞧中了你们的手艺，想要请你们去我们方家做熏香。我们方家开一个铺面，只卖你们熏香，然后每个月给你们工钱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工钱1个月50两。1个月50两，感觉不太对。刘管家，这样怕是不妥。不妥？方老爷既然提出想要我们的手艺，那一定是诚心想要做熏香生意。不过我们周家也不是傻子，1个月的工钱只能抵得上几瓶上好的香露，我们为何不自己做来卖呢？我知道你肯定要说我们周家没有铺子，没有客源，生意一定做不起来。所以我现在有个两全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方老爷为我们周家提供铺面和客源，我们周家提供做好的熏香，每个月赚的银子28分，你们2，我们8。行，我把你的意思跟我们老爷转达，看我们老爷如何说。若是方老爷不同意也没关系，我们周家不强求。你这个后生还真是厉害啊！瑞渊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什么2，什么8？娘，相公的意思就是跟方家合伙做生意，赚的银子他们2，我们8，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，这样比他们只给工钱好多了。不仅能把我们周家的生意做大，还能每个月都拿到80%的盈利。好事啊！这样一来，这生意我们都不用亲自出面。不过还不知道方老爷会不会同意。好，就听他们的，我们提供铺面和货源，跟他们28分。老爷真的要同意吗？我们也不差这熏香生意啊。这样上乘的檀香，我上次闻到还是10多年前在宫里。宫里？没错，我记得当今皇上喜香，若是我们能把这熏香生意做到京城，成为皇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但是这香真的能卖到京城去吗？以我的人脉，当然能。这笔生意无论跟他们周家分多少，都是稳赚不赔。过去啊，我记得陆家的大夫人最会制香了，可惜死得早。是那个被抄家的陆家？整个玄月国只有陆家最会制香，那是皇后娘娘的母家。杜姑娘，老爷是把成安县西南街的那间铺子给你们，然后还会给你们安排一个伙计。至于什么时候开店，就看你们什么时候把香露做好。行，刘掌柜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可否让我们先看看铺子？当然可以，你们今儿个若是有空，就可以随我们去。那好，我和我相公现在就随你一同去看看。刘管家，我想除了方老爷的伙计之外，我们周家也想派一名伙计来。当然可以，毕竟是我们2家做生意，各派一个正好。昭儿和风儿都识字，但风儿眼睛还未大好，如今派昭儿来守店最是合适。二哥，帮我拿水来。三弟，给。二哥，那潭臭水好像比平时清澈了许多。最近不是没下雨吗？怎么池水突然变清澈呢？不清楚，我过去看看。这水竟像放了蜜糖一样甜。二哥，这池塘里有好多鱼。三弟，快把这些鱼抓起来！二哥，收好！二哥，我们快回去把这鱼煮了吧。来，把这个穿上，别着凉了。没事，我们先回去。
周昭，你们在哪里偷的鱼？这我们自家池塘里的鱼，什么叫偷？胡说！你们那地要是没下雨，臭得跟个粪坑一样，怎么可能会有鱼？你们不信就不信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小瞎子吗？难不成你这眼睛也能抓鱼了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就是看你们不顺眼，想要教训教训你。我告诉你们，最好不要惹我们，不然，怎么？不然打我们不成？谁打我？二哥这拳头打得真解气。你这个小瞎子，还知道打人了？等下看我们不整死你！你想怎么整死我？你敢？周峰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再割下去，可就要出人命了。想要我放手，你们两个跪在地上给我磕2个头。好，我听你们的，下跪，四弟。二哥，你的眼睛好了？是的，好了。刚才那孟老三推我的时候，我能突然觉得眼睛一阵刺痛，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什么都能看得清了。真是太好了，二哥，你的眼睛终于能看见了。这段时间只能模模糊糊看清一点，也挺难受的。幸亏现在完全好了。二哥，快，我们快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娘。娘，大哥，大嫂。昭儿，你这哪来这么多鱼？我们在菜地旁的池塘里捞的。那池塘里有这么大的鱼啊？是啊，娘你瞧瞧，还有这些小鲫鱼，真是太好了。娘等下煮鱼汤给你们喝。娘，还有一件大喜事。什么大喜事？娘，我的眼睛完全好了，全都能看清了。是的，娘，不仅全都看清了，而且比以前看的还更清楚、更远。太好了，风儿，3年了，你的眼睛终于好了。这些年多谢娘还有大哥3弟照顾，不然我的眼睛也不会好得这么快。这有什么？一家人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还有大嫂，多谢大嫂不嫌弃。好了就好。二弟，你眼睛好了，有个差事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？什么差事？我家不是和方家一同开那个熏香铺子吗？我想让你去那铺子里当掌柜。原本是想让3弟去的，但是二弟你比3弟性子更沉稳，我想你更适合。行，大嫂，正巧我识字会打算盘，让我去比让3弟去更好。你会打算盘？大嫂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家二哥不仅会打算盘，还能够文能武，身手不比大哥差。二哥，要不是眼睛看不见，也不会这样。让风儿去也行，我听说方家的生意京城也有。好的，娘。既然今天这么大喜事儿，我们就多煮2条鱼。好嘞，娘。瞧瞧，那周家现在是越来越了不起了，连我儿子都敢欺负。那还不是你儿子喜欢找死？我都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村子里不要太嚣张。爹，你瞧瞧，我的脖子就是那周家老二给造的。呀，伤成这样，我们找他们周家去。你去找他们家干什么？吵一架不成，能得什么好处？别去惹事儿了。难不成我们就这样不管了？我刚才听老三说什么鱼？周昭在他们田地旁的池塘里捞了好多鱼。没错，就是这鱼。凭什么他们家能吃上这么好的鱼？老爷子，你是想把他们池塘里的鱼都造了，看他们吃什么？没错，她一个嫁出去的寡妇，凭什么还要占着我们村子里的田地？那池塘我们得不到，他们也别想得到。你们不是说有鱼吗？这种臭水沟哪里有鱼？不对啊，我们明明听他们说是在自己家池塘里捞的鱼。你这傻子，他说什么就什么，说不定他们那鱼不是从这里捞的。那是从哪里捞的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走，回家。老爷子，你快来瞧瞧，这池塘里真的有东西。难不成真的有鱼？要不要我们下去瞧瞧？娘，这池水可臭了，我不要下去。
瞧你这点出息，人家周昭、周峰能下去，你就不能下去了？娘，真的实在是太臭了。是啊，娘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说不定里面根本就没有鱼。瞧瞧你们两个，真是没用，那可是鱼啊，买一条可要花上不少铜板，只要下去一摸就行了。孟老三，你们下去看看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还不快抓鱼！娘，我好像真的抓到鱼了。快把鱼丢上来！我的亲娘啊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救命啊！哎呀，猴子，救命啊！你快给我回来！老三、老四，快帮帮娘啊！这鬼东西要咬死我了！娘，你不是属性的鱼，就留着带回家。瞧那裤子，跑到人家池塘摸鱼，被鳄鱼咬了屁股，这孟家可真是有出息。这就叫天道好轮回，该。周妹子，你是没瞧见孟家那口子捂着屁股那样子有多难看？你说他和他家那口子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净干这种事儿？他们那是活该，这几年经常跟我们过不去，也该他们吃点苦头。是啊，想当初那孟大爷还想纳你做妾，他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糟老头子一个。没错，晚春，你听说你继母的事儿吗？什么事？你家那个爹又找了一个女的，你继母天天在家里闹，听说他一夜头发都白了。他当初找我爹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我爹会像背叛我娘一样在背叛他。是这个道理，这是自己的东西，就是自己的东西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抢来的也总归要还回去。你继母这次怕是栽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把我刚刚做好的饭都倒了？你不是还没吃饭吗？这些都是给你吃的。你让我吃地上的东西？姐姐，这个杜家已经容不下你了，你还是走。我不走，我不会把这个家给你这个婊子。那姐姐就好好吃地上的美味呗。本以为是村野妇人，没想到这杜姑娘竟如此出尘。这位周大娘看着竟有几分眼熟。方老爷，我们这些香露和塔香可还好？不错，非常不错。那我们的店是不是可以开了？明日我让人把货摆上，就可以开张了。到时候还请姑娘一道来。当然。老板，拿2袋精面，再要1壶上好的酱油。像这样的东西，咱们平时想买都不敢买。娘，往后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的。